第1109章情迷。听得薛儿此话，萧炎脸色也是越发的凝重。果然如同药老所说，这驼舍古地狱牵扯之事太大，斗帝这片天地至高者的称呼，任何与这个名讳沾上半点关系的东西，都将会因此而身价暴增。这一点从古族便是能够瞧出，古族人体内流淌着斗帝血脉，从而也造就了如今古族在斗气大陆上的地位。虽不敢说是独一无二，但却绝对能够算作顶尖之列。所以说，在没有绝对的实力之前，萧炎哥哥手中的驼舍古地狱绝不能暴露。说到此处，薛儿的脸色异常的凝重。如今萧家衰败，即便是古族与萧家先祖有过约定，但如今因为此事，古族之内也是分歧颇大。若是暴露了此事，难不保一些古族强者会私自出手，到时候萧炎的处境将极为危险。望着薛儿那凝重的脸色，萧炎也是缓缓点了点头，低声道：魂殿抓我父亲也是因为这个。薛儿轻轻点头道：萧家也曾经算作斗气大陆上的一流势力，那时候的萧家势力即便是冰河谷都是难以匹敌。闻言，萧炎眼中也是掠过一抹惊愕，他倒是未曾想到萧家还有这等辉煌之时。不过可惜，后来随着岁月流逝，萧家也是逐渐的没落，后来萧家一些先祖也只能离开中州，最后在加玛帝国落脚。薛儿轻声道：随着这些代的没落，除了萧家的少数人，年轻一辈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些往事。萧炎微微点头，能够将萧家发展到那种地步，想必当年的那位萧家先祖实力定然是通天之辈。哼，萧家那位先祖倒的确是惊才绝艳之人，短短几百年时间便是位列大陆巅峰，当时大陆能与其匹敌者也不过4人而已。见到萧炎那副模样，薛儿似是知道他在想什么一般，笑道：听得这话，要是萧炎有所准备，也是忍不住感到震撼。如此辽阔的大陆，能与其匹敌者居然唯有4人，这等成就当真是骇人。没想到那位先祖居然拥有这等成就，光是想想这种事，萧炎便是有种热血沸腾的感觉。那位先祖的天赋，即便是古族也不得不为之佩服。而在当时，在他率领下的萧家与古族关系也是相当之好。至于这盟约，也是当时所结。薛儿微笑道：盟约？萧家的那位先祖曾经与古族有些恩惠，后来在其陨落之际，请求古族照看萧家，关键时刻保存萧家血脉。这份盟约在其陨落后不久倒是效果不错，但随着岁月消逝以及萧家在大陆上销声匿迹，这盟约也是逐渐的失去了什么效果。薛儿望着萧炎道：当初我去萧家，一是父亲想让我过个安静的童年，二嘛便是族中一些人想让我将萧家的驼舍古地狱取回来。萧炎笑笑，笑容颇有些狡诈与得意，嘿嘿，不过他们却是没想到，不仅没有将驼舍古地狱拿到手，反而赔了更贵重的宝贝。什么？闻言，薛儿一怔，待看见萧炎那狡诈笑容时，终于是明白他说什么，脸颊上顿时飞上一抹娇羞之色。对了，那位萧家先祖叫什么？被薛儿那副娇羞的模样逗得小腹中窜起一阵邪火，萧炎咧咧嘴，赶忙压下。他可不想把这在外人面前冷淡，但在自己面前却是娇羞如小女人的女孩给吓跑了。薛儿玉手掠开额前的一缕青丝，掩嘴轻笑道：怎么，想将那位先祖视为偶像？他是我老祖宗，身为他的后代，若是连他老人家的名字都不知道，那像什么样？萧炎翻了翻白眼道。薛儿微笑，旋即轻声道：那位萧家先祖叫做萧玄。萧玄？萧炎嘴中念叨了一声，旋即笑道：不愧是萧家的老祖宗，名字够霸气。薛儿无奈地白了萧炎一眼，那般娇媚模样，看得后者有些目不转睛。这妮子几年不见，魅力倒是越来越大了，一颦一笑间都是充斥着难以遮掩的天然魅惑。萧玄的古墓也在古界中，但那古墓却是有种奇异力量，古族之人进不去。虽说古族一些实力通玄者能够强行进入，但萧玄毕竟对古族有恩，他们也不敢放肆的乱闯，所以这么多年来也没什么人能够进入那座古墓。说到此处，薛儿眼波流转，望向萧炎，若有所思的道：若是我所料，
不差的话，那座古墓应该只有你萧家之人才能进入。你若是有机会去古界的话，或许能去那里看看，指不定还有什么收获呢。闻言，萧炎脸色却是变得郑重了许多，沉声道：先祖之墓自然是要去一趟，日后若是我有足够的实力，会将先祖之墓转到萧家，让萧家后辈日夜祭拜。若是萧玄前辈能听见这话，怕也是会很欣慰的。薰儿轻轻一笑，旋即似是想起什么，道：对了，你是萧玄前辈后代之事，尽量也不要外传。虽说萧家当年在大陆显赫一时，但也因此得罪了一些强横势力，那些势力也有一些留存至今，若是被他们发现的话，难免会给你带来一些麻烦。这些势力有如今的冰河谷强横吗？萧炎摩挲了一下下巴，问道：中州之上势力，你可不能完全用一殿一塔两宗三谷四方阁来概括。中州这般辽阔，其中隐士般的势力也有不少，就例如我古族，也同样位在这排列中。但凡是知道的，可有敢说古族不行的？薰儿无奈地摇了摇头，道：中州之上，一些看似低调的势力，暗中的实力丝毫不比这些排上号的势力弱。毕竟底蕴放在那里，总会有一些不出世的老妖怪。而且就算是冰河谷，也不只是你表面看见的这些势力。萧炎烧了烧头，有些咂舌，不愧是中州，果然当得起藏龙卧虎4字。萧炎哥哥，薰儿此次出来并不能待太久，否则反而会给你带来不少麻烦。在我走后，一切还是得依靠你自己，所以可千万不能大意。薰儿玉手轻轻地摩挲着萧炎的脸庞，声音轻柔的道。听得薰儿要走，萧炎搂着他那纤细腰肢的手臂不由得用力了一些，目光紧紧地盯着面前的这张娇媚容颜，道：我什么时候才能去古界寻你？闻言，薰儿唇角不由得掀起一抹甜腻的弧度，道：只要你对自己有信心，什么时候来可以。不管怎样，萧炎哥哥只需要知道薰儿会站在你这一边。听得这话，萧炎缓缓点头，紧紧地搂住薰儿，低声道：放心吧，我知道去了那古界会面临多少挑战与麻烦，我不会莽撞的，因为我要让他们知道你的眼光是最好的。既然当年萧家的先祖能够让的整个古族都是对其那般敬畏，那么萧炎相信自己迟早也有一天能够达到那种地步。那时候就算他要与薰儿在一起，想必古族之内也是无人能够阻拦。薰儿笑盈盈地点着雪白下巴，他不在乎萧炎如何，但他却是担心萧炎因为实力不足在古界会受到一些歧视与白眼。萧炎低头望着那近在咫尺的娇媚笑颜，这倾城笑容只有单独在他的面前才会绽放着如此的完美与动人。目光紧紧地盯着薰儿，萧炎的眼睛不自觉地浮现许些火热，那揽着纤细腰肢的手掌也是忍不住地悄悄滑动，然后突破衣衫，触摸到了那如玉般的温凉滑腻。感受到萧炎手掌的作怪，薰儿脸颊顿时变得火烫，那对抠水盈盈的眸子此刻却是荡漾着许些雾气。萧炎喉咙轻轻滚动了一下，嘴中有种干涩的感觉，那先前在小腹处窜腾的邪火此刻猛然间便是暴涌而上，令得他双眸中涌上许些情欲之焰。似是察觉到萧炎的一些变化，薰儿脸颊也是越发的娇羞与绯红，旋即因为萧炎在其腰间徐徐游动的手掌下发出一道细微的嘤咛之声，这道细微的呻吟就犹如魔音一般，令得萧炎心脏猛地跳动起来，终于是忍不住的将那可人抱于怀中，上下其手时也是对着其诱人小嘴吻了上去。两嘴相碰，那一抹柔软的滑腻，令得两人身体都是在这一刻陡然火烫。